近期，美国在俄乌局势上的态度也格外值得关注。5月13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这是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国防长首次通话。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绍伊古当天应约与奥斯汀举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天发布简短声明说，奥斯汀在通话中敦促立即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强调美俄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透露，美俄防长的通话长达1个小时，这次通话是必要的，但未解决任何的尖锐问题。另据美媒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将继续寻求与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通电话，目前尚未有具体日程。美方呢特别强调，即使美俄关系如此紧张，但是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方面有可能要加大对乌克兰西部的军事供应线的打击力度。那么在关键时刻，双方通过这个沟通渠道，对一些擦枪走火的这些意外事情进行一些沟通，防止出现无法控制的要素。与此同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因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阻止，未能在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的搁浅很可能严重影响乌克兰军队的武器供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国会需在5月19号之前通过这笔援助，否则将开始影响美国向乌克兰不间断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5月17号，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一个程序性的法案，81票赞成，只有11票反对，所以也是做了一次测试。这意味着接下来参议院通过这个决议，问题也不大。当然了，这次决议要满足保留的一个条款，那就是要加大对这些资金的这个监督的使用。毕竟在美国国内打仗还是富有争议的，因为战争呢，它就是一个烧钱的机器。你不管怎么样，美国得到多大的好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受害者。在军援受阻后，美国国会立刻派人前往乌克兰灭火。5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率领的代表团，双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国防和经济援助以及强化对俄制裁等问题。泽连斯基在会晤后表示，这次访问再次证明了美国会两党对我们国家的支持力度，以及乌克兰和美国国家之间关系的强度。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在会晤中呼吁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其实在反恐问题上，美俄之间是有默契的，特别是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是和俄罗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在国际上仍然存在，美俄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些有限的合作空间，所以美国也不大可能把恐怖主义的标签统一贴在俄罗斯身上。而在制裁层面，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5轮制裁。计划中的第6轮制裁最初是在5月4号由欧委会提起的，因为想要斩断俄罗斯重要财源石油而备受关注。但令外界意外的是，据《卫报》5月16号报道，欧盟对俄罗斯发起的最新一轮制裁未能达成。俄媒今日俄罗斯介绍，欧盟外交高官承认，由于以匈牙利为首的一些国家反对，欧盟成员国经过10几天的协商，最终未能在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一事上达成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6号回应称，以整个欧盟为主体发起的集体制裁通常都会失败，欧盟正在滥用权力，将外来意识形态强加于匈牙利。普京他就说，因为乌克兰缺乏对进行严肃和建设性对话的兴趣，实际上俄乌谈判已经暂停了。那文女士，根据您的判断这个普京所说的严肃和建设性的对话指的是什么？前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意大利的一个媒体抱怨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他委曲求全，让一些土地给俄罗斯，这样就可以尽快停火。德国和意大利的表态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是也要求乌克兰考虑尽快回到谈判桌上。至于乌克兰的领土损失，则不在德意的考虑范围之内。相关的一些欧洲专家就目前局势讨论的时候也指出，即便乌克兰现在在反攻，
但若想从俄罗斯手中把已经占领的土地拿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乌克兰想不仅要把顿巴斯地区拿回来，甚至要把克里米亚拿回来，这个目标难度确实比较大。所以，俄乌双方的共识几乎是零，停火谈判仍然是比较困难的。5月13号的时候啊，这个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通话。那这也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呢，两国防长的首次通话。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呢，美国方面敦促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实现停火，而且呢，他们也强调了这个俄美两国实现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那张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俄美防长进行的通话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吗？我们看到美俄因为俄乌冲突政治对话、安全对话终止了2个多月，这对于地区安全、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特别是避免美俄双方擦枪走火，实际上是不利的。美俄恢复对话实际上有助于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也有助于避免俄乌冲突升级。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俄乌冲突有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呢，俄方也多次向北约喊话，希望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那么，俄美之间对话将有助于消除俄乌和谈的这种困境。